Hello，大家好，我是肖恩啊。今天这篇视频呢，对于想要到泰国来生活的朋友啊，可能非常有帮助。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你到泰国来生活，肯定牵涉到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儿的开销大概要多少，花销大概要多少，我最低多少钱能够在这儿生活？网上呢传的怎么样的都有。有的说，哎呀，你在泰国生活啊，你只要花5000人民币，你可以享受到国内1万块钱人民币的这么一个生活层次那反正整个泰国我也不了解，因为我也没有在其他城市生活过。我就拿清迈来做个比方吧。我就把清迈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开销啊，我给大家来基本的算一算。我算出来的这些数据，基本上也就是能够满足一个3口之家最基础的一个消费，然后你可以往里套进去哪些开销你是要用到的，哪些开销你可能不用到的，不用到你就把它减掉要用到的你把它算进去，有的可能你有更多的开销，你也可以把它往里加进去。但是最基础的这些开销你肯定是离不开的。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住宿住怎么解决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抛开买房子不算，因为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呢，可能就不在我们谈的这个范畴之内。我们来考虑的就是说，你到这里来陪孩子读书啊，或者是自己想要过养老式的生活，我在这个地方待个2-3年或者待个多久的。大家一般来说选择的就是租房子那么一般来说，像租房子在泰国清迈这一边，你租一个比较普通的房子最起码得1000人民币吧。那1000人民币的房子是怎么样的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旧的，也不会在非常好的地段一般来说也就是一个小公寓。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可能跟你国内的房子根本就没有办法比。但是呢，你说是住宿的话呢，这个房子也是可以了，因为也是遮风避雨了。那再便宜的也有，但再便宜的，我相信各位如果要到这儿来生活的，应该是会看不上的。比如说像什么缅劳什么，他们在这儿租的一般的房子，可能也就400-500，可能人民币也能租到。但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租基本上能租的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的房子，最起码。这个房子反正我是觉得就已经很怎么说，很简陋了一般来说，你再往上走的话，如果说你想住得好一点基本上小区里面有泳池有健身房像这一类的公寓，单间公寓的话，差不多2000人民币左右的话，那就可以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多花一点钱，你花在这个上面，基础的1000以上，你往上加的就是你的享受部分那么我们先说了一个房子的一个费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住下来以后，肯定是要牵涉到水电费嘛。像我们家1个月的水电费大概要600多人民币，因为这儿常年是夏天所以空调用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如果说按单间来算，比较省一点的话，那我估计1个月300块钱，300块钱差不多。那300块钱的话呢，那就是要省着用了你白天比如说出门在外，你基本上都不住在家里晚上的话，你回家以后呢，觉得空气还行，我开个窗透透气，开电扇，像这样子，你不能随心所欲的我进家门就开空调那这样的话，你300肯定不够，那我们就按300来算基本上1个月。那然后呢，就是牵涉到吃饭了吃饭的话，基本上这儿就最普通的，我们如果去路边的小摊去吃一个鬼屌吃一个什么猪手饭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在40铢左右吧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餐这样，顿这样，对吧？你还得来杯饮料来个什么呀？你总得有一些这样的开销。我们就按照10块钱一个人人民币10块钱一个人一餐吧。那么你一家3口下来的话，差不多也就是100块钱人民币一天，是吧？1日3餐，每人30块钱，那么90块钱，我在003买一点小水果什么的，基本上就100人民币一天。那你这样算下来的话，1个月也就是要花掉3000块钱在吃饭上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了。在泰国除了曼谷以外，曼谷你可能会用轻轨或者这一类的可能比较多那你说离开了曼谷，但凡是在清迈也行，你在芭提雅也行，你在普吉也行你在华欣也行，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它的公共交通都会非常差所以的话，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是买车买车。那我们按最低的标准算了嘛，那我们就按是摩托车，一辆摩托车买一辆的话，大概3-5千块钱人民币吧，二手的。新的它在这儿这种小绵羊卖的挺贵的像雅马哈的这种起码要7-8千所以我们就按便宜的算，买个二手的3000，这个我也不计入
月成本，反正这是你来的时候的一个初期的一个投入吧，我们这个不算。但是你开摩托车是有开销的，它不是说我吃风喝雨我就能开，它不是的，它是要加油的，对吗？加油的话，我算它一个礼拜50块钱人民币吧，按50块钱人民币算吧，那你基本上一个月是4周啊，那也就是200块钱，那么还包括车子还要保养啊、维修啊，你有时候胎砸破了呀或者怎么样啊，这些费用我都不给他算了啊，我就按照200块钱人民币一天一个月，这样是算最低的一个标准了。这一些，那么如果说你是一家3口来的话，那就牵涉到孩子啊，牵涉到孩子要上学，那在我们泰国这边，我们是外国人嘛，外国人享受不到泰国的这一种叫义务教育，是吧？那他的这一个就是必须要去读交费的学校。我们按照最便宜的双语学校吧，我们按照双语学校来，因为孩子来了，你总是希望他能够多学一门外语啊。那我们按照双语学校来，一般来说1年的费用大概是2万人民币左右啊，我们就按照2万算。那平均到每一个月的话，也就是1666块钱。这个是一个月的，就是只是孩子的学费，它不包括就是孩子一些课外的辅导啊，包括说是要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比如说学校要组织一个什么山里面去3天2夜的那么一个叫营地吧，我们叫营地啊，也不能叫夏令营，就这一类的活动，它是额外交费，虽然也不高，每一次就几百泰铢，但是这个也是日常要开销。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孩子不去，但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总是希望泰国孩子能享受到的东西，我们也享受到。就比如说学校的牛奶，泰国孩子所有的奶都是国家免费给他们喝的，每天1罐。那像我们家的孩子就没有，我们如果要的话可以交费订，订的话，那么就是另外的付钱了。因为我也想，别的孩子1人1罐奶，我们家孩子肯定也得喝，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费用我们也是日常要交的，所以我全部都不算，我只是按学费算，那就是1666块钱一个月另外呢，就是说一家3口在这儿还会牵涉到一个签证的费用。签证是孩子如果来读书，一般来说一个孩子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个家长，家长可以依亲嘛，依孩子的亲那么这个签证费就比较便宜了，差不多就每年是1900泰铢就是那么便宜。但是呢，你如果是一家3口来的话，那其中有一个家长他肯定就不能依亲了，他享受不到这个1900块钱这个签证费的这个签证，那就怎么办呢？那么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家长就是自己办一个学生签，比如说我去报一个语言学校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我再去办哪怕工作签哪怕是其他的一些反正各种吧，什么义工签佛学签，反正各种签证吧。你反正把3个人的总的1年的签证费用怎么着算下来也得要1万人民币。这个其实我还是算少了的其实应该可能还不够，但是我们就按照1万人民币来算吧。这样的话呢，那每一个月的签证费就要800多块钱，833块钱。这些费用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你们的日常的生活开销，你总得有点洗发水你总得买点肥皂你家里缺了毛巾了，买块毛巾你这种日常开销什么七七八八的，我也都没有算，我只是把刚才的那一部分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算在一起，总费用一个月的开销是6999块钱，那也就是7000块钱。所以就很多人说我花5000块钱我就可以享受到国内的1万块钱的这一个生活层次了，其实是做不到的其实是做不到的。那也就是刚才我说了，一家3口用最基础的一个费用7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7000块钱你享受到什么呢？每天开一个小摩托，对吧？然后住的也是一个单间，然后是非常老旧的一个房子，根本谈不到任何的享受是这样子。吃呢也就是每人一餐10块钱的一个餐标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其实听下来的话其实过得是挺惨的，对吗？那为什么又有很多人说，哎呀，那你们不是说在泰国可以享受生活，你们喝一杯咖啡才几十铢几块钱就能喝一杯咖啡？是的。我这里想表达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你如果说在这个基础的费用上面，你但凡往上加一点，你但凡加上去的这一点，全都是你可以享受的东西。其实泰国的基础消费，它一点一点都不便宜。那它便宜在哪里呢？便宜在就是说你在国内认为比较奢侈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就会觉得比较便宜。比如说喝咖啡，我们国内去喝一杯咖啡，你怎么着也得20-30块钱吧？在这儿7-8块钱、5-6块钱你就能搞定了。这个就是你日常的，你在7000块钱以上你说我每一天再去喝杯咖啡，其实一个月你也加不了多少钱，对吗？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一些培训。
在国内你去什么打个高尔夫啊什么的，这种都是很奢侈的运动，对吗？在泰国就不是，在泰国500泰铢一节课。500泰铢一节课，1对1的教你，那也就是100块钱一节课。你和这个一比，哇，真便宜。那还有马术啊这一类的，马术你在国内孩子我都想都不敢想，我给孩子去学个马术，在泰国也是500泰铢一节课，老师1对1的教你。对吧？教你马术。那你说还有一些，比如说英语培训，我们国内你说1对1的，如果家教英语培训的话，那费用也是很高的，比如钢琴啊什么的这一类的，在这儿基本上都是500泰铢一节课，也就100块钱一节课，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费用，这些就算是比较超值的。所以啊，总而言之啊，就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在泰国这个地方，你如果说是抱着我想就用很低的价格，就是享受到非常奢华的一个生活，其实是不现实的。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当然了，你说我如果是来养老的，我是怎么样？那你可以把孩子的教育的这一块费用给抹掉，对吧？你说我来了，我如果自己就要买房买车的，那你把这什么房租啊什么这一块费用抹掉，那这个反正我觉得就大家都因人而异了。今天我来发的这一篇呢，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真正正的来面对这个事情，来真正的明白这个事情。因为我真的碰到了好多家长，就是因为说是好像我为了减轻我自己的在国内的一些压力，我跑到这个地方来的，然后来了以后发现其实跟他想象当中的并不一样。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如果你真的想到这个地方长期居住下来，你不要一来就考虑到我要买房买车，我要把一切都搞定。你到这个地方来生活几天，生活不是几天啊，生活几个月起码，你来感受一下看看他的这个开销，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